節目開始之前，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的第一台車會選轎車還是 SUV 呢？但無論你答案是什麼 ，Mona 都給了你選擇。今天我們來看小鵬 Mona 的第一款 SUV 車型 Mona L03。之前在网上已經看到不少圖片了，但是到現場之後，給我最大衝擊力的不是這台車它的配置，也不是這台車它所謂的顏值，而是質感。我為什麼要把這個詞特地拿出來？其實，在現在的國產品牌當中，我們如果拿到一個20萬級別、25萬級別到30萬級別，你去看能把質感做好的車不在少數了，甚至大家越來越卷。但你把這2個字拿到一個10幾萬，甚至有可能13萬起步的這麼一台 SUV 車上的話，你就會覺得哇哦，質感這2個詞的重量可不輕了。接下來可能是你們要問我的問題了，我所謂的質感究竟它是怎麼實現的？首先我們在整車看到這個接縫的數量相當之克制，对於它來說已經非常少了，并且整車用了大量的曲面造型，無論是前機器蓋、側面，包括它的車尾，你都能看到大面積的曲面造型，弱化了它这种接縫的锐利感，并且通過這些曲面，像我們今天只是一個大的白光往下灑，光線被它的車身曲面和漆面這麼一處理，在我的視覺感受上就會覺得哇，還蠻有質感的。車燈、主動式進氣格柵以及前臉的整個造型都跟 Mona M03 保持了統一，依然是家族式的設計，讓你一眼就能認出這是一台 Mona 的車型。無邊框後視鏡、無框車門以及半隱藏式機械門把手，這台車都上了，不是雙層夾膠，單層的，但還挺厚的。是的。特別版車型它特別在哪兒了呢？首先我們來看到普通版本車型，它整個車長是4.65米，軸距2.85米。當然這台車它加了前後的包圍側裙以及小尾翼之後啊，車長會有一些的增加，這個是它特別的地方。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個輪圈樣式是特別版本特有的，並且卡鉗也跟車身做了同色的處理，麂皮真皮拼接的座椅以及座椅上的刺繡樣式都在告訴你它是一個特別版本。當然軟件上也會有一些提示。當當，這車飛起來了，看到了嗎？在它的主界面上，這也是特別版特有的設計。輔助駕駛小藍燈，是的，這台車它也是用了圖靈芯片。那輔助駕駛方面呢，依然是偏純視覺的這麼一套輔助駕駛。其實小鵬的純視覺在國內真的是數1數2的好了。OK， 來看一下後備箱幾個有趣的小細節。首先這塊它給你設置了一個放香氛的地方，並且兩邊你平時可以當掛鈎，實際上如果你想拓展的話，這兒可以拓展成一個洞洞板。内飾咱們挑重點，首先哇，環繞式氛圍燈真的給我一種坐進小飛船裡頭的感覺，很科幻。另外座椅相較於這個氛圍來說就有一些違和了，因為這個座椅呢整體都是比較寬大的，我可能太過瘦弱了，這個靠背兒也對於我來說太過寬大，以至於我會覺得它包覆感沒有那麼的好。但如果體型稍微胖一點的男孩子坐在上面，你可能會覺得長途還挺舒服的。OK， 第3點，這塊也做了一個階梯式的設計，我還挺喜歡的。就像下面這個地方就可以放你的紙巾，那在前方呢，大家可以看到3個螺旋接口，其中一個在後視鏡後面，這邊還給你設置了一個通電接口。除此之外，整車還有8個磁吸點，你那些零零碎碎都有地兒放了。特別要提的是 L03 這一次我是沒有看到電動門把手的，包括車內也是機械式門把手。L03 的車長嚴格來說真的不算長，但從外觀上你就能看到它做了前後短旋的設計，盡量把軸距拉長，得到的效果是什麼？空間大了不少，朋友們。前面呢是我的駕駛坐姿，但後排空間依然是留足了可以翹2郎腿的這麼個餘量啊，腿部1拳、2拳、3拳，就是還挺充裕的。那頭部由於它整個溜背造型的緣故，
只剩1拳的空間了。但我很滿意的是什么？这个靠背的躺倒角度是一个让我觉得很舒服的角度。后排这儿有一个 Type-C 的接口，多余就没有啦啊！我觉得充電口還是留的不夠充裕，這是一個小小缺點。小 Pomona L03 帶大家看完了，你還滿意嗎？剛沒說動力啊，動力上它也是2個版本，既有增程也有純電，同時驅動形式也是相當之豐富。但如果你問我二萌，你滿意嗎？我可能會說，在這個價位區間，它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但我總是不由得會拿這台車去跟20、25萬級別的車型去比，還是有一點點小缺憾的。但價格擺在這兒呢，成本也擺在這兒呢。OK， 那關於這台車，你還有什麼想說的？歡迎在評論區或者彈幕上來給我留言。我是二萌，下期見嘍，拜拜。